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丽。这一期开始前先发一个预告，下周我休假会重播一期精彩节目，同时我们给参加过捐赠的听众和 YouTube 付费会员制作了一期特别节目，是我上个月在洛杉矶举办的不明白播客听众见面会的录音剪辑。我们会通过电子邮件给参与过捐赠的听众发送链接，请大家下个周末记得查看邮箱。为了安全起见，这个群发的邮件不包括使用国内电子邮箱捐赠的听众。如果您想要链接，请您发邮件到不明白播客的邮箱，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给您单独发送。非常感谢大家的热心捐助，我现在有了一个小小的固定团队，帮助我一起制作播客。希望大家继续关注和支持播客，让我们一起把这个事业进行下去。接下来的这期播客是关于文革暴力的，可能会引起不适，特此提醒。刘慈欣创作的《三体》可能是近几十年来中国最成功的文化输出。这部史诗级的科幻小说被翻译成10几种语言，在世界各地都有热心读者，其中包括美国前总统奥巴马。3月底，奈飞 Netflix 播出了用《三体》改编的电视剧的第1季，这个非常值得庆祝的文化盛事，却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引发了愤怒和嘲笑。中国社交媒体上很多人抱怨奈飞版《三体》的创作者对情节和主要角色的改编太随意，中国人和中国元素太少。他们的另一大抱怨是该剧开始时的文革情景太真实或太暴力。有些评论者对是否有必要提及文革表示怀疑，说奈飞是为了醋包饺子，故意丑化中国。还有些评论者指责剧作夸大了批斗会的暴力程度。刘慈欣的《三体》中的主要角色叶文洁，因为目睹父亲物理学家叶哲泰在清华大学的批斗会上被活活打死，而走上了复仇之路。刘慈欣2019年在接受我的同事亚历山大·阿尔特的采访时说，文化大革命在书中出现是因为他对情节至关重要，主人公需要对人类彻底绝望。据不同学者统计，有150万到800万中国人在1966年到1976年的10年动乱期间非正常死亡，超过1亿人受到了波及。这一期我们请来1966年文革发生时在清华大学上1年级的高阿姨，请她来谈一谈奈飞版《三体》开头对文革暴力的塑造场面是否真实，文革是否有那么暴力残忍。他一直埋藏在心底，令他至今悔恨难当的事情是什么？当时人们为什么不把人命和人伦当成一回事？他现在如何看待文革？以及作为普通人，我们可以如何记住文革，反思文革？高阿姨您好。袁丽你好。文革开始时，您在清华大学上1年级，您觉得奈飞的这个网剧《三体》里开始那一段批斗会表现的真实吗？当时有那么残忍吗？我们全家一块儿看的《三体》，一上来就北京清华大学，我看下来这几分钟呢，我是觉得还是比较真实的。我当时就说我要给他们挑毛病，我也能挑出来。一个就是那个群众演员呢，好像跟当时的学生还不太一样，学生戴眼镜特别多。还有就是那时候追求穿军服扎皮带那种人比较多，现在整个场景看稍微有点不太像清华大学的学生。还有那时候的高音喇叭呀，特别的震耳欲聋，从声响来说，它没有体现过去文革批斗会那种声浪，那种高音喇叭声音，那种歇斯底里那种狂热，是吧？胡杰的版画里边几乎每张画上都有个高音喇叭，这简直就是文革的一个特征。还有标语呢，也没有当时的火药味那么浓，其他那场景什么的还是挺像的。包括您说的那个清华的主楼，是不是？对，这人家还精心的找了这个背景，当然方向和我们开批斗会那个方向是不太一样，这些细节不说了。孩子们就问我说，有那么残忍吗？那我是马上回答有。虽然在清华的批斗现场上没有打死过人，但是我觉得这个电影是浓缩了那个时候的情况，真的有这么残忍。
所以这些方面，我觉得这个《三体》的表现是比较真实的，而且没有想到几分钟的场景啊，在全世界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好像人们确实有点忘了文革了，忘记他有这么残忍、这么暴力了。清华他当时的这个批斗会有打人吗？有，推推搡搡，坐飞机弯腰，拿那个膝盖去拱什么。我当时觉得自己还不够革命，我为什么会同情被斗的人呢？我应该克服我的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我处在那么一种状态，实际上后来也越演越烈。比如在下面让这些校长、书记、教授们劳动，唱牛鬼蛇神歌，随时打骂，那种场景就非常多了。您有正常的情感，实际上是您认为这是不对的情感，是吧？我还有一点尚存的良知的东西，我就在克服我的良知。现在的人不一定理解，一斗走资派斗得比较暴力的时候，我就在说，我为什么会有点受不了？这是我不对，所以整个是在追逐一种狂热的、疯狂的，要有造反精神，要有革命精神。我呢，中学是在师大女附中，我们学校非常好的一个校长卞仲云，就是被15、16岁的女学生活活打死的。所以我就觉得他这几分钟《三体》里边就是一个浓缩了当时的一个情况。要再多说点呢，那个像女三中的校长，像我爱人他在四中，他的一个20多岁的语文老师，都在文革初期被打死。另外，我的表姨呢是在北京的一个中学，她也是校长，没被打死，但是受尽了折磨。她后来跟我说，你就想象一下吧，剃了阴阳头，打骂不算，让我跪在玻璃碴子上，我本来就胖，说那真是酷刑，还让喝痰盂里的水，必须让你把痰盂喝下去，就这么折磨人。那时候真的就怎么心智不成熟的这些年轻人、中学生，在毛泽东的那种鼓噪下，真是变得特别疯狂。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66年8月5日，就是文革开始后不久，这个师大女附中的党支部书记兼副校长卞仲云就在批斗中被打死了。打死他的是一帮10几岁的女学生，然后他是文革里面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当时看《三体》批斗的现场片段的时候，我就想起来吴杰拍的那个纪录片《我虽死去》，我真的推荐大家都去看。我们会在 show notes 里面加上链接，我10多年前看的，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震撼。您也是看过这个片子，您是对于卞仲云校长的这个事情还是了解比较多的，对不对？对，而且我们觉得这样一件事情绝对不能让它就这么过去了，所以后来我们都老了，我也参加了我们女附中的这些活动，包括给那个卞仲云校长开了追悼会，做了塑像，做了光盘，认真的反思了当年的这些惨无人道的这个事情吧。反正我觉得参与的同学还都是对自己内心呢有一种要求的，做过的这种事情做的不对的，不能就这么着了，一定要有一个忏悔，有一个反思。大家好，我是袁丽。你们刚才听到的精彩对话背后有一个团队的努力，感谢那些已经积极捐助的听众朋友们，你们的大力支持让更多的人能够听到免费的播客。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加入捐助的队伍，让不明白播客能够更持久地陪大家走下去。欢迎听众朋友们到我们本期的内容简介里点击支付链接，或者访问我们网站不明白.net 的捐赠页面。谢谢大家的支持。我能问一下，66年8月份的时候，您虽然已经毕业了，在清华上1年级，但是您和师大女附中的不少同学都还是有联系的。您当时听到卞仲云校长被打死了这个事情，当时大家有讨论吗？您知道吗？您当时是一个什么感觉？我要是现在说着你都不一定相信啊。一个呢是我在学校里都忙不过来的参加大学的运动，我跟中学没有什么联系。二，那时候死的人真是太多了，跳楼的、自杀的，满大街打伤打死的，
这样的事情太多了，结果人就好像都有点麻木了似的，所以我根本就想不起来听到了有些校长被打死的反应，我已经没法告诉你了。我就说我身边的一个同事，天天住在一起的同事，他妹妹就是因为在红八月大街上看到打人打死，看到鲜血，他就逼疯了。他就脱光了衣服在满大街跑，一个很好的小女孩。当时就是那么一种血腥暴力的一个时代，必须要让自己麻木，不然的话是很难。像你那个同学的妹妹，我也不是有意让自己麻木，我认为我也处在一种很懵懂的、缺乏理智的这种状态，所以我也做了很狂热的、很不应该做的事情。三体里边批斗台上让他的老婆出来批斗那个叶哲泰，这个处理是很真实的。那个时候其实你看像老舍，他最后经受不了也是因为他的家里没有人支持他，对，家里人都在落井下石，是他实在受不了了，他就投湖了。我有一件事儿我一直藏在心里头，很不愿意说。我爱人跟我生活了49年，他是2年前去世的，就连他我都没有开口告诉他。就是文革初的时候，我也一样是很疯狂很狂热的。电影里边呢是老婆去揭发丈夫，在生活里我当时就要革命要造反，我给我最亲爱的母亲贴了大字报。就这件事儿呢，我一直都藏得很深，就不愿意提了。有时候就说起文革这罪行那罪行，我就心里想，我那时候也特别不像话。我妈妈是个非常好的人，那时候我就写了一份大字报，说她破坏文化大革命，罪责难逃，然后说她是白骨精。那个信的语言如果拿现在展示出来，我想我的同学朋友们绝对不相信这是我曾经写过的东西，就是完全就混蛋吧，混蛋一个。您当时为什么要写这个呢？是大家都在写吗？哎呀，投入文革，而且像我的这个出身不当不正，既不是革干吧，也不是那个地富反坏右，就努力的要跟上，然后洗脑嘛，就像入了邪教一样。毛主席发号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我妈妈那么做就不对，我就要跟她划清界限，我就要去斥责我妈妈。当时我外婆也是成分不好，被街道上打翻在地，踢了阴阳头，连踢带踹的，就是这些心智不成熟的人，或者说洗脑洗抽筋的，当时的表现就是那样，一点都不新鲜。那您后来和您母亲有谈过这件事吗？我母亲呢是很快就原谅我了，说我那时候就瞎闹，太不成熟。但是我不能原谅我自己，在我母亲被这个污名化、被囚禁的时候，还给她砸了这么一块来自亲人的石头。要万一我母亲不坚强的话，那真是后悔来不及了。就像您开始说的，老舍自杀是因为他家里人全都把他抛弃了。另一位作家沈从文他活了下来，是因为他家里人还没有抛弃他。真的这个事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那时候大家都疯掉了。是，所以你问我听到什么消息有什么感触，我现在也想不起来，因为也年代久远吧。但是我就看清华同学在编书的时候，封面放了一个二校门，二校门前头有些黑的人影，我就心想这个人影里有一个就是我是亲眼站在那儿看着那批当时是革干子弟啊，他们拿着大绳子去拉倒了汉白玉做的，这绝对是珍贵文物啊。清华的二校门轰然倒塌，我自己在想我当时是什么样子呢，我都有点想不起来。我就觉得我既不是在那儿欢呼叫好，也没有愤怒，没有心痛，好像就是那么随波逐流挺木的那样的状态。对，我想就群盲吧。对，现在想想也是很痛心的。您能不能说下，您刚才说了红8月，就是66年8月是吗？是啊，就所谓的红8月，那是最疯狂的时候。我最近给我孙子讲个事儿，我孙子的历史老师要求他
说每个同学都回家问问父母，你们的家庭有什么变迁，遇到过什么事情。就是绕不过文革啊。那个时候整个国家呀，要有外面来的人穿越到那儿，真是要目瞪口呆。比如说，我就跟孙子说，那时候有一段叫红海洋，把所有的房子全都用油漆涂上，所有的墙面、屋顶都要涂上，人说话都要加毛主席语录。比如就得说毛主席万岁，我想看那双袜子，为人民服务，你找我2毛钱，反正就是特别的荒唐。当然我说的可能不是红8月，是我们后来串联的时候。红8月是不是也有死的人比较多？死的非常多非常多，那文革死难者那里边记录了好多都是在那个时期被打死的。那时候地富反坏右，打死就打死。你看像跳楼的、自杀的都是罪加一等，叫伪罪自杀。他自杀了反而更恨他，没有同情。那您能讲一下，就是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您对文革产生了怀疑，觉得这个事情不太对劲呢？对文革的反思，也就是对一个又一个的运动的反思，我觉得是一个渐进的。我们毕业的时候都是所谓臭老九了，给弄到基层啊，最累最苦的活啊，接触了点这个基层的情况，然后一个又一个的运动让人应接不暇，越听越觉得说不通什么道理了，就产生了怀疑。我觉得可能这儿有那么一个像开关一样的东西，就是林彪之死。对，它是让人不能不思考了。首先就是不信，然后慢慢的反思。您给这个年轻人稍微说一下林彪之死是怎么回事？林彪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因为林彪是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嘛，那时候无休止的说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身体健康，这是天天要说多少遍的话。然后林副主席呢，在文革前他搞军队的事情，在全国学解放军的时候，他的威望就很高了。文革中呢，他就经常的讲话，经常的做指示，紧跟毛主席战略部署。那个定语我现在也背不太下来啊，反正毛主席就什么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毛主席，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我们的副统帅林彪，还有一大堆的帽子，我现在有点想不完整了啊，挺荒唐的那种啊，天天在那儿念叨。那么念叨，你以为他是个仰着头看的人，结果啪嗒一下就说叛逃了，在外蒙的温都尔汗摔死了。这个消息实在是太爆炸性的，实际也是因为我那会儿被洗脑洗得比较深，所以我才会感到震惊。很多人比我都早明白了，人家可能没那么震惊。我们呢，越发的不能想象现在讲的这些事儿都是真的了，就怀疑了。那您怀疑了以后做了什么事情呢？71年到毛泽东死，76年到后来有一些反思，78年了什么什么之类，这还是有一定的时间距离的。对，那时候啊，我在一个简陋的一个学校里头当老师，我先是被发配到食堂里头去给工人做饭，喂猪。清华毕业。是的，喂猪。蹬3轮车，买大米，买东西，就算是落实政策吧，给我弄到学校去教学。那个学校是个小学，然后他需要一级一级的变戴帽中学，我就那么一级一级的那么教。关于这个批林彪、打倒孔老二，什么法家，就那时候我在报纸上所看到的一切，我没有向学生讲一个字。这就是我的一个反思的表现，我不觉得那是对的了，那时候我就跟不上了。你讲的毛泽东死的时候，我是心里就是很明白的，我想中国人民有救了。是吗？您当时就这么想的？哦，是的，是的。你要是觉得我讲细节也没关系的话，我当时就是躲在宿舍里没出去，外面操场上大家都在哭，
我就一个人把自己关在屋里，我想他们不会找我的。您不再想参与这种集体性的活动了，是吧？您没有这种集体性的情感了。因为对毛泽东，我的这个心目中已经倒塌了。那时候就是他做的好多好多事，你能看到的好多资料也在下面流传，越来越让人明白。所以当时散会了，我还揉了揉眼睛走了出去。您让我想起来裴敏欣老师，他不是也上过我们播客好几次嘛？他就说毛去世的时候，他实际上在笑，但是呢还要假装悲痛的样子，低着头，就是在那偷着笑。您和他是差不多的。我是怕我这样，当时我们相当于郊区的一个很破小学校里头，我就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头。当时也有点忐忑不安，但是我就觉得我不去受那个罪，我心里想的和这个完全不一样。接下来开始有一些反思文革的，我记得那会儿我还小，文革结束的时候，我们看很多的话剧、电影，还有伤痕文学，是吧？您觉得当时对文革的反思是一个什么情况？那个时候是真心的反思吗？我是觉得那时候有明白人，有像我这样后知后觉的，也有糊涂到家的。糊涂到家的就是说什么信什么的，它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但是呢，我因为是当老师，我就很注意，我不拿不正确的东西告诉学生，这一点我一直做到了。当时所谓反思文革，很多时候就把文革塑造成是大批官员受到迫害，是吧？纽约时报在16年文革50周年的时候采访了一系列的人，其中也采访了杨继绳这个历史学者，他写了墓碑啊，其他特别好的一些作品。他就说，没有经历文革的人只知道文革中大批官员受到迫害，不知道受害的普通群众是受害官员的10倍、100倍。只知道造反派是文革的作恶者，不知道10年文革中造反派仅仅活动了2年，作恶者主要是不同时期的掌握权力的人。只知道4人帮和造反派支持文革，不知道大批高级干部也在一段时间支持文革。您肯定是非常非常同意的。是很有同感，就是说现在有人居然还提出要搞阶级斗争，这个阶级斗争你以为你是谁呀？他就是像一个浪一样，他走了他又回来，就砸在你自己身上，完全就是非常暴力的互相残害的这么一种东西，谁也躲不过的。您觉得反思和记录文革有必要吗？有意义吗？我觉得太有必要，太有意义了。我曾经跟一个挺好的朋友提起文革，他说咱能不能不说这个了，这是一种人，你少说点这些让人难过的东西，对身体好，这是一种人。还有一种呢，就是因为他确实没有任何途径了解文革。据说嘛，在大街上问一个女孩，你知道文化大革命吗？她愣愣地说，是南京大屠杀吗？真的哦。中国官方他不停的就提南京大屠杀，但是他不要提文化大革命。我们在海南在路上遇到了一些小孩，跟他们聊天，年轻人他们在赞美那个薄熙来什么的，然后我们就说我们觉得他搞的那套是文革那套。然后小孩马上转过头来问我说，你们家文革受难了吧？就好像说一大堆人文革没事儿，他就不觉得文革有什么。主要呢还是对文革的真相的揭露啊，资料的收集啊，还有历史的研究啊，都处在一种被压制，现在根本就是被禁止的状态。这个是根儿，或也可以说这干得很成功。想想都悲哀，这么一个民族经历了10年这样的大的苦难，一转身云淡风轻全忘了，而且还要再来一遍。对对，我就觉得《三体》这几分钟太好了，它好像勾起了人们一种这个想法，是这样啊，是。而且说句实话，就从我来说，我还是读了不少关于文革的作品，或者是看了这种纪录片，但是真的我没看过一个影视作品是把这个批斗会打人的，就是一下一下着，虽然非常残忍，我一般不喜欢看很暴力的这些东西，就是能让你知道哇，当时就是这样子的疯狂。
是，就说你看现在的照片，那个人被撅着，你知道所谓的坐飞机后边的人在掰着他的胳膊，然后让他在最难受的一个曲度弯着，然后那个牌子还努力的做到特别重，还有很多批斗会是在下面坠上砖头和重物，让那个铁丝深深的压到你的脖子肉里头去啊，像我刚才说的那种折磨人的东西，那真的不足为奇，就是在那种疯狂的气氛下，这个事情太多了。那您能不能帮我们理解一下，就是当时为什么人们不把这个人命或者人伦当成一回事呢？我也琢磨过这个，我觉得它像个邪教一样，把另外的东西看得至高无上。一个嘛，当然就是毛泽东。我要说这个话呢，是绝对的，是我的想法，你一定会很吃惊。就是你那时候立刻让我为毛泽东而死，我立刻就去。就到那种程度，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毛泽东啊，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就是邪教了。就是弄得人五迷三道的。现在看来，做出很多事情，觉得他的价值判断上，我要服从那个最高的一个。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毛主席说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毛主席说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毛主席说他们是走资派，走资派还在走。毛主席说要挖出我们党内，他们就睡在我们身边等等的，就这样的就冲上去。至于人命嘛，至于过去人们的仁义礼智信嘛，就好像变得很轻的东西了。我想起一件小事啊，文革开始的时候，我们学校好几个年级还在外面搞四清，得到通知以后，他们就要回校搞文革。据说在回校的汽车上就开始整斗那些党员的干部。本来还是大家一起四清工作队，工作关系好好的，像兄长大姐一样的。像我爱人，他说他特别不理解这件事儿。他说人怎么能够一刻就翻脸不认人？对，所以后面的暴力跟这个我说的这件小事呢，它是有同样的性质的，就是翻脸不认人。像我给我妈妈送大字报，也是多少年的那种亲情母爱，是吧？儿女之心哪儿去了呀？昨天还跟我说你有个同学杀人了，而且说起来好像对，就说这个人命的事情。我在串联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外校的大学生，他就跟我那么聊天，说他在一段路上走，就是半农村半城市那种小城市嘛。他说后边有个人，就他们俩，他越走越觉得不对，越走越害怕，他就把那个人给杀了，给他弄死了。哎呀，我听了太吃惊了。我说你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啊？他说我要不杀他，他就会杀我呀。就在那种乱哄哄的文革的那种状态下，我没有跟别人再去说这个人现在他杀了人，他一点没有受谴责。而那个被杀的人呢，你去细想想，他也许是儿子，也许是父亲，也许是丈夫，对不对？这条命就这么无声无息的就没了。就文革那个暴力的气氛下，我们现在不能想象的有些事儿就发生了。武斗就更别说了呀，成批的死红卫兵，死这个工人。所以为什么要记录下来这些事？这些事不能就这么一风吹了呀。我那时候在底下就开始武斗了。今天还看的一个文质彬彬瘦瘦的一个男孩子，明天就告诉说被长矛扎死了。我心痛了好几天。但是呢，大规模武斗的时候，这样死的人太多了。清华不是也死了好多吗？武斗就是到了6、7年了，是不是？哎，对了，当时在四川战争上的那些武器都用在武斗现场上了。我就记得他们叫奇门炮，还有那种一个炮弹分散出多少多少小的那个杀伤力的东西，全用在了文革武斗现场上了。那因为什么呢？那儿有兵工厂，两派斗就是这样。今天支持你这派，那些所谓的首长在上头一讲话，今天你这一派就打起来，那天另一派被追杀。今天
解放军支持的是好的，明天解放军支持的又是怎样的？所以我就说那些说阶级斗争好的人，他就不知道整个就是一个谁也躲不过去的一个屠杀场。您参加过武斗吗？我没有，但是我作为那个北京的人家看北京学生就都是红卫兵，其实我的身份出身还够不上那个正格红卫兵的啊。那时候都是支一派打一派嘛，在晚上的大街上把我们给抓起来，我是鞋丢了，衣服被撕两半了，跟我一起的当地的一个红卫兵呢，就被人用匕首在肩胛骨这儿扎了一刀，血流在衣服上，一个女孩子。我们当时是部队偏保守的那派的支持者，我们呢就躲到了部队里，后来部队把我们送出四川。那时候就不干别的，就干这些呀。您当时在清华上大学，为什么会跑到四川去呢？那时候不是大串联吗？叫做红卫兵到全国去煽风点火。像我这么一个在学校里一点都不起眼的，也没有什么魄力的人吧，也跑到大会上去发动群众去讲话。现在想想，这都应该算我们做的最错。为什么？因为挑起了两派之间的斗争。当时呢，下面很多人还在琢磨这文革到底是什么，我们就用我们的理解去告诉他为什么要文革，为什么一定要起来造反，为什么不要光看着那走资派他也挺好的呀，但是他反对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呢，他罪不可赦呀，我们要起来斗倒他们呀。所以我们其实也做了很坏的事情。您这些年也和你们的同学，不管是你在师大女附中的还是你清华的同学，你们在做不少这个反思和记录文革的工作，您愿意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吗？退休以后女附中的事情我也积极参与了。学校里呢，我很佩服有一批同学，他们认为啊，我们这一代有责任把我们所见到的这场浩劫把它记录下来，让人们能知道不能再来一次了。这文革多么荒唐的一个事情，他们出了好多书，做了非常多的事情，到现在他们都80多了，也没有停止。因为我在清华，我是最低年级的，所以他们都比我年长，我特别佩服他们。就在现在，在我们的群里，他们还在搜集清华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一切人的情况。有些人寂寂无名，他们就问谁知道这个人当时是什么情况，不能让这些人，对吧？一条活生生的生命，都很年轻的生命，好多就这么着消失了，是不是？他们有没有一个数据，就是说清华在文革的时候学生死掉了多少人？有，我没有记住，现在能收集到的是多少多少，他们都有的，而且各种各样情况的死去的人，这些都出了书的。好像叫倒下的英才吧，很多很多的，什么良知的拷问，什么历史不能遗忘，好多这样的书，他们很有责任感，及时的把它出了。现在是根本不可能了。因为文革50周年的时候，我们曾经想开一个文革的研讨会，全国各地大概来了100多还是200人，就有人发起要找一个会议地点，那时候就你找哪儿就得到上面的通知，不要开这个会。结果就是根本就找不到开会的地方，后来说我们聚餐吧，就找一个饭馆吧，结果定下合同交了定金之后，得到那个饭馆一个回复说，我们锅炉还是煤气灶坏了，不能给你们做这顿饭。那是2016年了。对，就是50周年的时候，其实就是上面有人在千方百计的阻挠，最后只好底下点对点的通知了一些人，在一个地方开了一个很小的会。我记得会上杨继绳念了一篇文章，那篇文章他还把现代中国的道路形容成黄河大拐弯。当时真是想什么时候才能归正，然后向着文明向着大海去走啊。反正是
一个很小的聚餐，只有3桌啊。这个之后呢，就到了学校，大家就是在大礼堂照了一张照片，在那个荒岛那边见面聊聊天，也就是这样，就是一个流产了的文革50年。前面您说的他们还是出了一些书的，都是什么时候？2000年代出的吗？还是1990？哦不，一直在努力。这里不能出版的就拿到香港啊、台湾啊、美国呀，反正不断的在把它留存下来。你也知道审查越来越厉害嘛，文革研究基本上就是变成了地下活动了，而且后继无人。就是学生现在没有愿意选这个题目的，即使是学历史学什么的，其实这个题目太值得成立一个专业了。但是现在因为上面的这种态度嘛，你发表了论文是禁文呐，对不对？哪个孩子还能再来学？对呀。所以呢，就完全的没有人在做这些事儿了。我认识一个人，他非常的低调，不敢有任何出头的地方。他是做什么工作呢？就是收集资料，而且是拿出自己的这个家里的所有的钱，组织稿子，组织知情人写，比如像文革这个全国各地的情况，多少资料都没有留存下来，甚至于可能马上就要从这世界上消失了。那个写的人，实际上收集的人、工作的人也是志愿者，但是呢，也总得给人一点报酬吧、稿费吧，一点都不敢冒头，就等于真的是很小心的在做着这个事情。想想这是很让人痛心的。还有一些人做着做着，自己的眼睛也不行了。工作的时候眼睛都快贴在计算机上了，然后也有得病的，也有去世的，而且不断的这样的消息传来。如果某一个了解情况的人去世了，实际上他那整个组织的那批稿件也就失去了。我加一些背景资料吧，就比如说胡吉2007年拍的这个《我虽死去》，北师大女附中的副校长边仲云，这个纪录片从来没有在中国上映过。后来是有一些这种民间办的文革博物馆，后来也都一家家都被关掉了。还有就是因为《三体》播出以后呢，因为前面的这种文革的武斗的这样子的镜头，就有一些人就把一篇文章关于中国物理学的这个奠基人之一叶企孙先生的文章就放在了网上。他就是在20年代在哈佛大学得了这个物理学博士，回到了中国，中国最有名的那些物理学家都是他的学生。他创建物理系。文革的时候他为他一个学生说话，被打成这个反革命分子，被北大的德红卫兵揪斗啊、关押呀，送到这个黑帮的劳改队。他曾经一度就精神失常，在北京的中关村的大街上到处去要钱要吃的。哇，我读到这个我觉得简直就是惨无人道。你就想到这么优秀的一个人，这么善良的一个老师就被打成这样。这篇文章很多人转就被删掉了，他就是不让你记起来。我觉得三体被打死的那个教授也姓叶，也是物理学。我不知道刘慈欣是不是把这个叶企孙作为这个原型来写他的。我觉得他是很多人的集合，很多人的代表，就是三体他浓缩的还是挺好的。那个实际上有些人口口声声爱国，你想想，就是像叶企孙这样的人，他的几个学生后来也都死了，他特别难过。这些人对推动中国的所有的科技的发展起多么大的作用啊！然后呢，就说你要真的是爱国的话，你就得珍惜这些人呐。是的，是的，不能把事儿颠倒了呀。对呀。我现在还在整红卫兵时期的小报，小报里边全都是充满仇恨、充满暴力的那种粗暴的语言，毫不讲理的语言。比如我刚整一篇就是大骂梁思成的批斗梁思成的。对，我弄着我都心里头都难过。好的，他们毁的太多了。梁思成如果不知道人可以去查一查，他是中国这个建筑学的一个奠基人。你现在缓过劲儿来了，明白了，那时候全都打翻了，全都所谓的踏上一只脚，想让他永世不得翻身。我现在整天在和这种语言打交道，
哇，我有时候觉得也是特别的别扭，但是呢，我想我做的这件事还是有意义的，为的就是让人知道曾经最好年华的最好的大学生们就变成了这个样子。我不知道您上网不上网，您看不看中国的社交媒体上的，甚至就是简中推特网上有一些语言也是充满了暴力，不把网上的别人当成人，这种说话的语气，是不是说他们有点文革遗风？那当然，我从这儿跟你说吧，前几天是复活节，有一个网上的视频人吧，他就讲了一段话，我觉得讲得非常好。他说，我们虽然不是信徒啊，但是啊，耶稣他给人类的心里埋下了一粒种子，这个种子很温暖的，它就叫爱。人们从丛林里头走出来，以前不是这样的，不知道可以这样的，但是呢，有了这粒种子，他们就在这很温暖的种子的发展之下呢，他们创建了世界的文明。哎呀，这段话呢，我特别想反过来说，我们当年在那个毛的指引下，我们心里埋的就是一种仇恨的种子，斗争的种子，整天念的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是做文章，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给自己一切坏事都找到了根据。你想想，这能把人引到什么地方啊？现在听说有些地方居然就喊出了要把阶级斗争、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我心想，你们懂什么呀？对呀，哪天这个浪打在你身上，你就知道是什么了。而且我们已经搞了10年，让我们国家倒退了多少年呢？本来我们国家现在不应该是这样的，现在起码有10年的时间段的人没受到应有的教育，他们的心智都有问题，包括我才上了8个月的大学，我本来应该上5年的，是不是？我现在年龄也是78岁了，我特别想说的就是要汲取文革的教训，绝对不能让文革再来一次。再来一次，中国真叫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了。我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说一下，文革是缺少系统梳理和反思的一段历史。经过文革的那一代人，就包括您自己说，不管是从个人还是集体创伤这方面来说，都没有得到过治愈，甚至不光是治愈，就根本都没有得到过治理。他们或者你们经历的这个暴力和创伤，对后来的中国社会和中国人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可能问题比较大，因为我们也知道，中国现在坐在最上面的那个人，他就是这一代长大的。是不是？虽然他家里面也是在文革中受了很大冲击，但是他现在做的很多事情，实际上他是要把毛的那一套要复活的嘛。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说这个事情？我呀不大会说，不是特别能从理论上什么这样来看啊。只不过现在我觉得族群分裂的很厉害，不亚于文革。一种人是这样的，另一种人就觉得你是汉奸，一点妥协、包容、宽容都容不下。这个就是跟文革太有关系了。实际我们现在就是在尝文革的苦果呢。为什么说不能再来一次文革？再来一次你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了。现在已经在被这个当年的文革所折腾了。这话怎么说？一个就是你说的嘛，整个把中国带向一个什么方向？现在掌权的好多人，他们心里边，他们受的教育就是毛的那一套，他们想利用阶级斗争再稳固他们的权力，达到他们的目的。他们还想再一次的挑动群众，斗群众，得到他们想要的，都是文革的那种方法。社会现象在重复文革中的好多东西，越来越像。什么从你文章中挑个什么毛病啊，什么你这个话实质上是反党的呀，什么举报啊、揭发呀，对对对，秘密的去探听以后往上告密呀。像芳芳写一个芳芳日记，记录一下，给境外势力递刀子，那就是网络文化大革命，就是对他的这种网络批斗会吧，搞得非常非常的可怕。您作为这个经历过文革，也对文革进行了很多反思的一个人，您看的这种是一个什么心情？您觉得作为普通人应该做些什么？
您对自己的儿子对自己的孙子您会怎么说？我们家里一直是讲究讲实话的，所以我们中国历史上这些大事儿，我们在家里边的议论呢，都从来都是和孩子有交流的。所以呢，到现在我们和孩子还可以很通畅的交流。你刚才的问题我不知道能不能这样回答，总的来说是相当悲观的，但是呢又觉得自己要尽自己所能做什么就做什么。我父母啊是浙江大学的，他们那辈人有很多两头针的老人，他们中有一个人就说你应该办一个公民学校，中国现在太需要建立公民意识了，你应该把办公民学校传播公民意识作为你的一个事业。我知道他说的这个我做不到，他大概是80几年跟我说的吧。80几年就跟您说了。对，哇，对，就是那些老人呐，包括许良英啊，就是许成刚老师的父亲，他也是浙江大学的，都是我妈妈的朋友们。他们写的文章也非常好，他们那时候就用一种简易的活页的那种文选在底下传播好多文章啊。我的反思都在这种渐渐的过程中慢慢的形成啊，还总是会有燃灯者吧。我们能做就做，不怕这个事情单调特别微小，该做的我们就去做，我们要心里头比较明白。还能做什么呢？我就不知道了。对，那可能就是看到什么好看的关于文革的书啊、影视作品啊，都传给你身边的人，让更多的人能够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是。高阿姨，您有什么推荐？我们每期要嘉宾推荐3部书或者是影视作品，你有什么推荐？我跟你说，现在人老了吧，眼睛不好，看书真的有点费劲了。已经有错过了很多好书了。我听了得到 APP 上边2020年有一个那个刘苏里的名家大课，我很推荐，因为我们的知识啊结构啊特别不完整，过去的教科书都是挺有问题的。他的那名家大课，专家一起，刘苏里和专家一起讲读了52本书。对我来说呢，我就会产生这么个想法，哎呀，我70多岁才刚接触人类文明啊，真有点这种感慨。这本来应该是一个像我们这种爱读书的人，本来应该是垫底儿的东西，但是很多都没有接触。挺惨的，要说起来。您太谦虚了，谢谢高阿姨，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